那近期它这个关税上来了之后，其实大家都挺错愕的。首先刚开始是34%嘛，是，然后34%的时候，我们其实公司已经开始去做一些核算，说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调整，然后紧接着没多久就变成了50%，然后又加25%、20%，这么一直加上去。其实加到后面，其实我们都已经有点麻了，就是其实它就是明面去讲说，可能他就不想让我们去发生贸易了，因为到了这个水平，其实成本翻倍。出海的整体生存的现状是怎么样的？等到你们中美双方老大们都谈妥了，然后他才会再往下去下订单。对。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北美金视角，我是坐标上海的 Brenda。那今天我们其实这期节目约了很久了，是从4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约了。那现在录制的时间是4月中，我们其实也没有想到说，从我们约这期访谈到实际录的过程中，其实这个话题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这个变化。对，从政策端大家相信也能猜到说是什么样的变化。就是从大概4月11号开始，就有关于这个美国征收对等关税的这个不断的新闻出来，包括直到我们今天在4月13号，又有新的新闻出来说是美国会宣布对于部分商品免征对等关税。那在这一系列变动的过程中，其实我们相信已经有一些关于在做外贸的或者说做出海的朋友有一些自己的一些防御措施，或者说在做一些相对应的准备工作了。那我们也非常的巧，所以我们邀请到了在这个行业深耕多年的朋友 Nancy 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不仅仅是他在这一波的风波的情况下，他们的团队将如何去应对，以及来跟我们去介绍一下说他在过去的几年中，在这个行业，在出海这个行业中他的一些心得和体会那我们今天就先欢迎 Nancy 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欢迎你 Nancy。 Hello 大家好，我是 Nancy， 我现在是在坐标上海，在一家出口跨境电商的一个中小企业，一个创业公司。然后我们公司现在主要做的是一些偏家装 home improvement 类的一些产品，然后现在主要是在出海的一些平台，像亚马逊TikTok特目这种地方我们都有在做。好的。那相信其实 Nancy 的他们这样的公司的背景也是很多出海企业的一个缩影，因为虽然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些大的品牌，对吧？像什么石头呀、科沃斯呀、小牛呀等等，他们的这些出海，虽然很多人都作为案例来学习，但它毕竟是个大品牌。没错。那很多其实是一些中小企业他们在寻找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海外找偏新的天地。那所以首先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们出海的整体生存的现状是怎么样的？就是中小企业其实在过去几年，就是大家可能也都会有听到很多的风声吧，就是其实过去几年可能因为大环境的变化真的非常非常的快。然后你可以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可能就在前2年，然后拼多多推出了他自己海外的 APP 特目，然后抖音也推出了海外的TikTok 的 TikTok Shop，然后这2个其实兴起非常的快。然后这2个平台其实对亚马逊我认为是造成了蛮大的冲击的。然后实际上我觉得我不能够代表整个中小企业去讲说过去几年整个生存状况如何。我觉得像我们是属于比较幸运的。然后我们也抓住了蛮多的一个时代发展吧，算是抓住了一些趋势，所以我们能够乘着这个趋势走得还比较好。那我相信也会有一些企业它可能整个迭代的速度没那么快，或者说它原本布局在一些比较就是它就布局在亚马逊为主，然后可能面对过去几年确实是竞争会越演越烈。所以如果说自己的产品没有竞争力，定位不清晰，有可能它的生存状况会逐渐变差。这个是确实我们也有看到一些友商的情况。理解了解。那刚才你讲的这个主要的变化其实是来自于平台方它的一些竞争加剧，所以倒推给我们的
产品方或者说是我们的品牌方的一些压力。对，那除了这方面的压力，还会有哪些方面的压力呢？除了这些，其实像刚刚我们讲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近期的一个关税的问题。然后其实从18年、19年开始，就特朗普就开始给我们加这个关税嘛。然后实际上我们做的这些品类，确实在过往也都是有受到这些的影响的。然后但是比较幸运的是。可能是因为我们因为是做 home improvement， 所以我们的整个产品里面可能是做像工具类呀，然后一些电动工具类啊这些的产品，它实际上整个供应链可能还是中国占有很大的优势。那所以尽管这个关税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好的影响，但是总体来讲，竞争对手它可能还是就是我们中国的友商为主。了解。对，所以可能对我们影响还没有到现在那么大吧。那近期它这个关税上来了之后，其实大家都挺错愕的，就是也对，没有想到说，首先刚开始是34%嘛，是，然后34%的时候，我们其实公司已经开始去做一些核算，说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调整，然后紧接着没多久就变成了50%，然后又加25%、20%这么一直加上去，其实加到后面，其实我们都已经有点麻了，就是感觉它已经不像是一个，因为当他给34的时候，我们感觉更有点像是以前那个25的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大的空间，然后可能大家都是很 serious 在这个数字上，然后我们就在想说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对策。然后当他在50加上来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开始有一点点怀疑了。然后他在开玩笑。对，然后再到100多，其实他就是明面去讲说，可能他就不想让我们去发生贸易了，因为到了这个水平，其实成本翻倍。成本翻倍之后，你的售价就是取决于就是不同的渠道、不同的定价的策略，然后不同的品牌，它可能。大家都可以想象这个对市场会造成一个多大的影响，那这个事情都不是我们中小企业去想说我要怎么应对的问题了。可能更多的是有点像是一是我们比如说现在这个状况我自己也有了解，包括我前司包括竞争对手的一个情况，可能更多的人选择的是观望，并且会有的人会 slow down 现在的一个节奏，比如说我知道的就有很多的美国的 retailer 进口商，他们实际上就会说我现在就吃我的库存等到你们中美双方老大们都谈妥了然后他才会再往下去下订单。对、okay, 对，所以这个是我了解到一些美国那边的情况。然后像我们自己呢可能因为我们是电商公司，其实整个库存的周转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整个现金流对一个中小企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其实我们一直是在周转上做的相对来说比较精益一点的。那精益代表着其实我们的这个空间就没那么大，就是我们不一定有像那些美国的进口商一样能够耗得起1个月、2个月、3个月的这种。对，所以我们其实目前整体来看可能还是会大体按着原本的节奏去走。对，然后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一个是观望整个市场它的变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也去从供应商那边看能要到一些什么样的支持。对，但是总体来讲我们是朝着一个希望我们整个供应链能更加弹性的方式去做，而不是说去跟供应商聊降本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再怎么聊它也没有办法解决真正关税。对，是的，对，所以我们是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方向吧，更多的是关注市场是什么样子一个变化，然后我们好做调整。对。那你说的关注市场怎么样的一个变化，有一些比较 extreme 的一些 case scenario 嘛？在什么样极端的情况下面，你们可能会采取怎么样的一些措施或举动？其实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就是真正让我们发现有那种非常极端的情况。我们其实已经普遍因为从
关税大幅度变化到现在可能也就1到2周没到的时间，然后我们现在发现可能已经有竞争对手，他们采取的措施是一个是涨价，这个是很可以预见的，但是涨价的竞争对手没有那么多，可能大家很多还是会抱着一个观望的态度，因为它的这个比例天天在变，它的价格其实不适合经常频繁的去变动，对，所以有很多人会选择先观望，等到这个事情相对趋于平缓了再去调整价格，因为毕竟短时间大家还是会有库存在，所以不会立刻把这个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但是长远来看，如果这个事情不被解决，那消费者其实是必然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看见收成本，收成本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好像有听说像大疆这种大公司，他们已经全面停止了在美国的广告投放。对，那像我们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整个销售导向的这个电商模式里面，我们有蛮大一个比例是放在广告上的。那现在如果前途不是那么明朗，如果我还去放很多的广告预算去推高我的销量，很有可能就是打水漂了。对，没错。然后另外一个是短时间，其实我们有留意到一点点，就是有可能消费者会产生一些恐慌的情绪，就是他会比较担心价格会在短时间会上浮，然后他们承受不了，所以他们有可能会有一些提前囤货的一个现象，因为其实我们做的产品它不是消费类的产品，它还是偏功能型的，然后像家装的一些工具，如果你觉得你这个夏天我就是要翻新一下我家的车库，那我可能要什么工具，他就会说那我理一理，我现在趁价格还没有涨上来之前，我先赶紧买，所以我们会发现短时间会有一些的这个销量的上涨的情况，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它不会持续太久，它是短暂的，对，做一次需求的boost，可以说是的，是的，非常有意思。那我们因为聊到了这个最近的这个风波嘛，但是其实在这段风波之前，每次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也好，怎样的也好，只要是聊到出海这个话题，大家都会觉得说出海现在好棒，必选项，甚至会有一些论调啊是这样说，他说出海现在已经不是可选项了，是每一家企业的必选项，说什么企业它如果不出海就无法生存针对这样的一个论调您是怎么去看待的？因为可能有一些企业它确实是这样，因为国内的事情做不下去，或者说竞争力降低，它不得不去寻找一些对外的外贸的出口通路。那可能对于有些企业而言，它可能一开始就是一个出海企业，它的基因可能就是去出海的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想听听看你的意见。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呢？我觉得它出海它可能不是目的，我觉得出海应该是一个手段，对。然后因为其实商业的本质还是说竞争优势嘛，就是我的产品可能我的产品可能目前在国内它不具备竞争优势，拿到海外有竞争优势，那我认为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这个优势它可能是maybe 是成本带来的优势，因为我们就是过往可能在10年前吧，我们做亚马逊的话，可能就会说我们把中间商去掉了，然后我们拿同样的产品，同样的解决方案，我就是比美国一些其他的知名品牌，我能够有很大的成本优势，所以我能够在价格上给消费者提供价值。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出海也好，在国内做生意也好，其实本质就是我能不能给我的消费者提供价值。那我觉得在过往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就是出海这个热潮兴起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大的价值是由我们供应链带来的一个很大的成本的优势。对。然后包括可能前期对于出海这个业务模式还不是很明朗的时候，前面走的那一波人，他可能对，就是对这整个东西他更熟悉，然后积累下来的一些经验，能够反向再帮助他优化他自己的整个管理、整个供应链，然后能够
能够看到有很大的一个竞争优势。那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些友商做得很大，是可能就是在13、14年，就是亚马逊刚刚开始在国内被接受，然后很多人开始知道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做了出口这件事情，然后他们那个时候的模式其实就是铺货，就有点像可能很早很早最早的那个电商可能是像 eBay 这种，就是你有什么东西上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从供应链这边拿一些标准件，然后上去卖，然后消费者那边看到了能够满足他需求的这个产品，然后价格也很合适，基本上这个业务就跑通了。然后但是有看到很多的友商就是10年来一直都是这样的模式，对，但是会发现其实他比如说10年前这种模式为他攒下了第一桶金，但是现在不一定了，就是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说，你说出海是不是一个必选项？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从很宏观的角度来分析说是不是每个企业它都必须要出海，但是我觉得就是像我们选择出海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能够给海外的用户提供价值，这个原因是在于可能我们公司本身的基因里面具有很多我们对海外用户的一些了解和认知，我们认为我们做的产品，我们和供应链合作研发的一些东西，它能够给海外的用户带来价值，然后这些产品它可能在国内它不一定有市场，因为 home improvement 这种东西它其实确实就是在北美，它的市场要比在中国大很多，所以其实这是我们公司主要以做出海业务为主的其中一个原因，那就核心还是在于我们觉得我们能够给海外的用户提供的价值，那这个价值它可以是产品本身的，我们有一些比较质量好，然后性价比高，然后又有一些创新的方案，能够给他一些更好的体验，更完整的体验。那这样子，其实我们公司出海，它其实是可能对我们来讲是有优势的，但是是不是真的每一个企业它都得用出海这种方式，它才能够生存？我觉得并不是这个样子，因为说到底，我们还是要看，就是我们给什么消费者提供什么样的价值。那出海也有可能意味着你离消费者更远，对，然后因为其实不同国家不同品类不一样嘛，不同国家的消费者他的消费习惯可能是有很大不一样的，对，就是同样的您就说服装来看吧，可能说像优衣库这种服装它其实优衣库这个品牌可能在亚洲就很早很早很早就已经被大家所接受，但优衣库其实是我记得是00几年它就已经进去北美了，但实际上一直就不温不火，是的，所以其实就很多的行业它可能在面临新市场的时候就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那是大公司，那个大公司有大公司的问题，我觉得小公司其实也会有一样，就是你的产品它是不是能够满足那个地区那个用户的一些行为习惯的偏好，这个事情可能我们得好好研究清楚，然后我们再来看说我出海是不是真的能够创造价值，能够生存，对，因为其实也有蛮多出海失败的案例的，是的，对，所以我理解下来就是，其实出海是不是可选项这个事情听起来它不是一个好像你想出海就能出海的这么一个情况，其实很多情况下是你的产品它不符合目标国家的消费习惯，那其实它就不存在它的竞争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其实出海反而不是一个好事情。对，我是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平台包括亚马逊特目 TT 还有像 Shein 这种平台，就他们已经做得很大了，然后他们也给到了很多我们这些国内的中小企业一个机会，说让我们有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包括现在出海已经整个产业链都很成熟，像物流运输啊、收款支付啊等等这些都很成熟，让大家觉得说其实这个门槛没有那么高，谁都可以去试一试，对，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但是
还是说大家不要，我是建议大家不要认为就是出海它就一定就是有比在国内更好的市场，我觉得也不一定，可能还是辩证的来看，对，看清楚自己的产品和目标国家之间的这个优势关系。对对对对。对，那其实也聊到这边，我们也刚才也其实也点到了一下，说出海它的定义其实非常广泛。我们回到就是90年代，90年代很多企业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做的很多是外贸单，对吧？那个外贸其实在我们现在看来，其实它就是出海，对，它只是我不贴着自己的品牌出海，我就是我就是白牌嘛，对对对，我就代工，对吧？对对对，它是某一种程度上的出海。然后那在现在的话，其实很多企业它是。我了解到，就是比如说工厂，它本来是做代加工的，然后他发现了做品牌的，他觉得自己是有做品牌的能力的，他可能在自己的产品能力上面再加了一层品牌能力，再去做出海，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做法嘛。那在你看来说，在目前这样的一些变动动荡的这个环境下面，怎么样的一些出海的企业，他们是真正有自己生存能力的？刚才我们有讲到它的这个供应链优势，有讲到它的这个产品差异能力等等。那你觉得从目前往未来去推个1-2年的话，假设这个动荡的情况可能会持续有小波折有大波折的情况下的话，怎样的企业它会比较有自己的这个扎根能力？这个话题其实也挺大的，我觉得其实我不一定能够把整个这么大的问题能够拆解得很细去讲，但是我去回溯一下说我们自己，我可以从我自己的经历去分享一下，就是因为其实在真正加入做跨境电商这家公司之前，其实我有在亚马逊做过一段时间，然后在亚马逊其实我有看见过非常多的企业，就工厂制造型的企业，他也想自己加入出海的这个浪潮，因为过往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都是帮海外的品牌做代加工，那他们有很成熟的一个生产流程，然后现在的品质也能做得很好，那他们觉得说其实他们能不能自己去做这个出海，但是其实真正在我的经历里面就是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是我会发现其实就是真正的制造业出海，它还是会面临一些我觉得是思维逻辑上面的一些差异，因为其实工厂过往你会发现很常见的一种模式就是说他希望你告诉他你想要什么，工厂它不太具备分析这个市场和这个用户的能力，对，就是工厂它更多的 focus 在我怎么用好的技术好的成本把你要的给实现，对，然后但是现在其实你真正要出海的话，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工厂这边需要掌握的能力是我要知道用户要什么，因为过往工厂和海外的用户沟通的媒介就是进口商品牌商，那现在撇开了这一层的关系，他需要自己去对这个市场去做研究去分析，然后去做定位，包括说我要服务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用户，什么市场，然后我的这个产品，就是如果我要定位这样子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和现在市场上的其他的解决方案来讲，它有什么优势，这个优势对用户有价值吗？然后再去看说 OK 我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市场里面获得一定的竞争力，对，所以我觉得过往可能因为很多的工厂它不具备，它过往没有培养这个方面的意识和能力，所以他们在出海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说比如说我的品牌用户他觉得哪个东西卖得好，我就会把这个东西做成换一个包装换一个设计做成我自己工厂的品牌，然后我就觉得说他出去一定也能卖对，但是你会发现事实上并不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对，有可能别人是因为品牌所以买的单，没错没错，那品牌的产品它就一定是最适合消费者的这个产品吗？或者说消费者他是怎么认知这个产品的，对，他可能他的决策链路里面除了这个产品本身还有很多其他的附加价值，对，是你作为一个新的贴牌品牌
不一定能够不一定提供的，没错，对对，是的，嗯所以就是扯到刚刚我们聊到一个像差异化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差异化确实也是我们出海的公司必须得想的。那可能最早的时候，我们自己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当时认为的差异化可能就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皮毛，就是比如说市面上的产品它都是什么样子的，我做的差异化可能是在某一个功能上面去给它做迭代，然后这个可能就是所谓的差异化了。但实际这么多年走下来会发现，其实当时还是太天真了一些。就是差异化这个事情，我觉得它就是举个例子吧，就像就是国内的电动车这种，那你看我们现在有这么多不同的电动车品牌，它其实是打了不同的人群的，比如说像理想，它打的就是你家里有小孩有老人的这种人群，他说我要做大彩电，对对对他就不可能，他打的人群就不是单身，也不是小年轻。那你说像那个五菱宏光，五菱宏光，它其实真的就是它可能就是在做一些偏下沉的市场，或者说它就是打一些单身女性，然后就是很经济实用型的车子。那又比如说像蔚来，蔚来它其实就是一些偏商务、偏高端的一些需求。那其实我们做就是讲电动车是这个样子，那其实讲普通的行业、普通的产品也都是这个样子的。像比如说我们做家装的这个市场，我们可能就会对我们的用户去看，说他是专业级的用户，还是他是 DIY 的用户。那专业级的用户，他对产品的要求和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产品的 DIY 的用户，他的关注点绝对是不一样的。对，那如果说我做的是一个 DIY 级别的产品，然后我去和 DIY 的用户去讲这个东西它的性能、它的转速、它的扭力，根本听不懂。对，所以其实可能就是当我们选到了我们的，可能这个差异化更多的是我觉得源头是从用户和市场来反馈你们的。对对，就是当我们发掘了这个市场机会是在某一个用户群体身上，然后我们又能解决这个用户群体的问题，那么相应而来的我们可能在解决方案上去满足它，我们会在沟通的语言上面去有针对性的去做调整，然后这一系列的东西在我看来才是一个真正的叫做完整的差异化的东西。对，了解。其实差异化这个词我们也可以展开再聊一聊，就是其实大家都在说自己要做差异化，对吧？不管是做在国内做生意还是做出海的生意。然后刚才其实你有简单提了一下说差异化不是你们最开始想的那么简单，我改个功能，我迭代一个功能就好的，我可能是要真正的发掘了目标客群当中有一群普遍存在的问题，解决的市场足够大到其实你可以用通用的一些解决方案去满足他们的情况下，然后你再去做一个针对他们的销售方案、他们的营销策略等等。没错。那问题来了，对于很多企业来说，他们其实不了解，他们没办法知道说，在印度，我在巴西有这么一群客户，他们可能有这样的需求没有被满足。那他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怎么样去发掘？但听起来就是真正的商机在于发掘那一个没有被满足的市场。对，就是这也是个好问题。其实像今天如果说你让我去研究巴西和印度，我可能确实也没有办法一下子给到这么多的 insight。因为我现在就是一个是过往我们没有去尝试去拓展这两个国家。但是从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讲，因为我们主要还是以做北美为主嘛。然后其实我们对于用户调研的这个渠道是还挺广的。就是因为我们自己首先可能整个团队里面有蛮多人是有在北美生活工作的经验。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在就是也会去反向去了解供应链。然后还有就是其实因为正好我们是做的这个亚马逊
的这个平台，然后整个生态非常的成熟，所以当我们想要调研用户的时候，其实亚马逊有非常多宝贵的数据可以给到我们，然后我们可以基于亚马逊上面的很多数据去做一些基础的分析，然后再者就是我们可能自己也会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用户社群，然后可能也会有一些访谈啊、调研啊、问卷啊等等的这种形式，来一起去就多种渠道尝试去了解这个市场和用户，去互相印证、去传阅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对，因为像是北美市场，因为整个电商也足够的成熟，所以有非常多的公开数据，这个是可以去找的。然后再者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要研究什么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重点的去关注一些包括社交媒体，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像 YouTube 和包括 TikTok， 现在做 TikTok Shop 也做得很大，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途径可以去了解我们的用户。但是像印度和巴西确实对，我觉得可能虽然现在可能没那么成熟，但我觉得它可能也是机遇所在。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摸索出来说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事情做透，那可能我们也可以去拓展到这些国家和市场。对，了解，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份另外一个故事了。对。好，那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啊，聊到就是对于这个最近的这个关税征收的问题，可能目前你观察到了市面上的一些的一些动态和反馈和反应吧，然后包括说你刚才讲到对于这个出海是否是必选项啊等等的一些自己的看法。那其实最近还有很火的，或者说一直以来过去1-2年吧，一直有一个关键词叫 AI。 对，然后关于 AI 是否能够替代某某行业的讨论是一直在存在的，包括说出海，尤其是因为出海可能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因为平台给了很多中小企业一扇看到更广阔世界的窗户，让他们认为说这件事情的门槛变低了，然后 AI 的出现会让大家觉得说这件事情的门槛更加低了。我可能从选品我就可以去问 ChatGPT， 对吧？我可能到我的这个产品图的设计我都可以去问 Midjourney， 对吧？对，就它可能每一个工具的产生都会让大家产生的一种哎呀，很美好的幻想。对，这个事情好像变得非常的方便，对，的这么一个畅想。那对于你的角度而言的话，首先你们是不是会用到这些工具哈？然后另外以及你怎么会去看待说 AI 技术在出海行业中各种场景中的一些赋能的应用呢？我觉得 AI 这个技术确实，我觉得对整个行业是一个帮了大忙的一个对，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有正向的影响的。对，因为其实从我们这边观察到的，像我们自己可能就会把 AI 应用在自己的包括是前面的市场调研，到后面的营销方案的制作，然后一些文案，然后就是一些视觉的呈现，我们也会有一些图片、视频的 AI 生成的这些应用都有。然后我觉得确实它是一个非常能够提高生产力的一个工具。然后但是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整个公司也好，就是整个行业也好，我觉得大家都是在一个非常积极、非常的还是在尝试和摸索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都觉得它的未来一定是能够极大提升生产效率的。但是关于怎么能够真正把它用到最好，其实大家可能都还在一个摸索的阶段。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有一个点是，就是 AI 的变化真的太快了。我还记得就是当时 OpenAI 那个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其实非常的兴奋，就是我们会把那个ChatGPT 应该是记得是22年底的时候，那时候他就22年底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疫情，我还躺在家里面，然后我有一些客服的事项要回复，我就已经开始用它在帮我解决问题了。对，然后迭代到现在，其实你会发现它基本上你感觉它好像什么都能做。但是呢其实反过来看，我们觉得AI 有一个蛮大的问题，就是它其实不能够替你去做你不知道的东西。
这话怎么讲？很抽象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想要调研用户、调研市场，然后我想要知道，比如说这个东西它到底是用在什么地方，用户认为它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可能会存在一些什么样子的需求痛点没有被满足，对吧？这种东西，如果我把这个需求简单的输入给 AI， 让它帮我去做分析，得出来的结论，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判断的。理解。你不具备判断它输出的这个东西的能力，那你就不知道它能不能被你采纳和使用。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对 AI 的态度是，我们会把它当做一个工具，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让它focus 在帮我们给我们提供一些 insight， 提供一些大的方向。比如说在面对一个全新的市场的时候，它可能能够帮我们先在前面梳理框架的时候，去输出一些我们可能前面没有被关注到的一些角度，对，没错。但是我们可以去围绕着它给的一些框架，我们去深入去研究，但是我们很难依赖它去完善整个框架。就是因为我们首先我们做这个市场，我们要了解用户，我们肯定就是该做的事情我们还是得自己做，对，不然的话就是就是他输出的一些结论它是没有中间过程的，但是这个中间过程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是，对，就是这个中间过程我们要知道他们是怎么来，他们怎么看，然后这个结论他输出的结论我才能够 buy in， 是，对，所以更多我们可能现在是会应用上面我们更多的是会把它当做一个提升效率的工具，然后或者说是打开思路的一个方法，但是可能不会就是在产出上面有过多的依赖，对，依赖，但是在提升效率这件事情上面确实包括图片视频的制作，我真的觉得他们现在非常非常的强，是吗？对，现在强到就是我们因为它的迭代更新也非常的快，我也就是前2天看见大家在群里面讨论，就是基本上你拿一个素材给他，然后拿一些文案给他，他就能够帮你把这些东西拼出很好看的图，就是基本上它只要不出错，就是你的文案没有错，图片也是对的，它基本上就能输出一个你可能70-80%能够用的一些图片，它可能会是像一些电商平台产品的主图啊，或者说是宣传图啊、广告图啊这种的，其实可能真的有很多是能用的了。这个会极大的降低我们就是内部运营和设计师沟通的一个时间吧，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一些简单的事情即使我不是设计师我都能够自己达成了，所以对整个效率公司内部的协作效率是有很大提升的。那其实讲到这边就不得不聊回来，这期这个问题可能我们可以下期展开来聊，就是在一个初创型的出海企业当中人才配置的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听众也可以来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啊。但是我们这边可能先简单说一个尾，就是AI 它一定程度上会替代一些创意类工作，对，这就是你刚才讲的提升效率最明显的一个 area 嘛，对吧？对。那对于这些方式而言，他们是不是会感到有一些危机感，或者说因为你刚才讲了，就是你其实都不一定需要一个设计师，你真的急的时候你自己来几张图你也就用了。我其实没有从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其实我觉得我们公司的设计师并没有感觉到有危机，而是大家其实都还蛮兴奋的，就是因为他能够替你做，就是你还是要当做你要把它当做一个很好的工具来去看待它，但是你要知道你自己是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的，你要和这个工具去良好的配合，达到最好的产出，而不是依赖这个工具替你完成这个产出。就像我们的工业设计师，我们在做一些比较创新型的产品的时候，我们会需要产出非常多的一些外观的设计稿，那我们的工业设计师他可以拿 AI 非常快速的去帮我们跑出很多个
个不同的设计方向，了解。然后这个是极大能够提升他的工作效率的。那有了一些70-80%的不是，可能70-80%做不到啊，可能60-70%相像的一些设计方向了之后，我们可能会大家去讨论说我们沿着哪个方向去细化去延伸。那细化和延伸就涉及到很精密的一些计算，和部件的搭配、颜色的设计，这些的东西目前来看可能 AI 还不能够帮我们做到精确，就是最后的那20-30%决定生死的部分，其实是 AI 它不能够替我们去做的，至少现在看来是这个样子。尤其像是在工业设计师这边，还有非常多很精密的事情是必须要人参与进来的。但是前头的那个花时间的框架的搭建和设计方向的这个设计，确实 AI 能够省下非常多的这个时间。了解。对，那包括像平面设计，平面设计它其实就是还是我们得有一个比如说设计的方向，就是我们要体现产品的一些什么样子的功能 feature，我们希望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什么样子的一个色调，最后能够达到这个结果。那这些有很多前面的分析，它可能是需要设计师和整个运营的团队一起去包括营销的团队来去前面去定这个方向的。那这个事情也是因为 AI 它的 context 它没有我们多，所以它没有办法就是真正的把就是所有我们知道的东西结合进来给我们输出一个结果。所以可能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乐观的，就是觉得说它不会真正就 AI 它还是一个很有力的工具，对，它不会真正就是人的功能不会被它完全替代掉的。没错，现在听下来就是它的应用方向更像是你们团队中的一个智多星。对，它帮你提一些可能你之前没有想过的角度，对，让你去完善你的这个框架，对或者说帮你去做掉一些比较 labor intensive 的工作，没错，但是它其实没办法去做一些精密的工作，然后在没有非常详细精确的 prompt 的时候，它也没办法去执行平面设计的这个场景等等，对吧？对。那听下来这些设计师可以放个心。是的我觉得可能沿着未来去想，设计师他可能更多就是因为设计师他也有就是前头构思和构想的部分和后面执行的部分，可能 AI 目前在我们的应用看来可能很多构思构想的部分可以配合设计师来完成，但是最后去拍板和输出最终的方案可能还是设计师来，然后落地的过程当中其实 AI 也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就是我觉得是互相有加成的一个结果。好的，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差不多了，非常感谢 Nancy 的分享不客气。我们这期其实还没有聊到 Nancy 她具体的这一份工作，或者说这一家创业公司的经历吧。那下期节目我们会请 Nancy 来详细分享一下她从刚才也提到从 Amazon 然后到现在这家企业的一路的历程，然后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在她看来说作为一个初创型的出海企业在团队配置上面，包括说在在困难的挑战方面，他们有哪些自己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到想要加入这一个行业的朋友们。那如果感兴趣的话，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跟金视角聊人生，感谢您的收听，请在各大播放平台和公众号上搜索金视角，订阅我们的栏目吧。金融的金，事件的事，角度的角，一键3连从我做起，我们下次再聊。